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大家晚安。非常感恩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很有趣，叫做小丑啊。只要是人呢，都难免的心情会变来变去，情绪呢起起伏伏，念头呢变来变去，浊世今非啦，今非昔比呀，朝三暮四啊，反复无常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算是自己人生舞台戏里面的小丑，很搞笑啊，所以叫做小丑嘛。但是小丑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呢，小丑有一种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学习啊，叫做什么？叫做游戏人间呐。一个人呢，如果不懂得学习菩萨游戏人间，日子肯定呢会过得很辛苦啊。不只是大人要游戏人间呐，连小孩子也在游戏人间呐。有的人是主动游戏人间，有的则是什么被迫游戏人间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呢，夫妻两人呐，只生了一个独子。那从小呢，他们就对这个独子呢寄予厚望要栽培他不但从小要补习功课还要学习跆拳道跟小提琴要培养这个孩子什么文武双全呐。那孩子当然他们孩子不管喜不喜欢呢也没有选择权呐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帮他安排好的嘛有一天呢，我去他家，刚好呢看到妈妈在强迫这个孩子呢练小提琴而这个孩子呢，他却想看他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因为这个妈妈很强势很坚持那这个儿子呢只好带着很悲伤的情绪呢，很沮丧的心情呢在演奏呢世界名曲快乐颂。这个很搞笑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一边经营事业一边投入慈济的，偶尔我跟我家师姐下班后呢也会回家自己煮晚餐的有一次的晚餐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呢煮了一锅汤是红萝卜加白萝卜加豆芽菜全部混在一起，盐又放的不太够，放一点点。我一喝这个汤呢，感觉这个汤简直比中药还要难喝那青菜吗？那不是用炒的是用开水烫过而已，然后再加一点酱油那时候呢，我就面有难色虽然不是吃的很丰富了，但是也不是吃的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面有难色，很不高兴的就跟我家师姐说我就跟她说，我说白天上班这么辛苦，加上做志工又这么忙碌，晚上回家居然吃这种菜喝这种汤吗？哎，实在是感恩他以为我要骂他，实在是感恩除了感恩你能怎么样人家煮给你吃，你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上人也是这样教育弟子的那我家师姐因为慈济工作很忙嘛加上又吃得很简单所以呢她也不太会煮有时候呢我赶着要出门那她也会简单的帮我弄个面给我吃那她觉得那种素食面的调味包是有害健康的他就把那个调味包呢拿掉那自己也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进去给我吃我一尝有够难吃但是我又不能不吃他做好我又不能不吃我只好跟他说我说好好的面你居然可以把它煮到这么难吃也实在是不简单这个叫做什么？幽默化解尴尬了。上个月10月底，我的大爱连续剧《语录》刚播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其中呢，我记得好像第3集的有一幕刚好我结婚后没多久那个公司要我去接待一个国外的客户那当然要应酬要喝酒那结果我回家的时间呢，超过了我跟我家师姐约好的那个12点之前要回到家，超过12点了，就一进门他就坐在客厅等我就很不高兴，就朝我连丢几个
枕头，这个是剧情里面演的了哦，他就连对着我丢了好几个枕头。好，那我连番道歉并解释呢，这是因为客户一直要我陪伴哦，而且客户还吐酒在我身上啊，我是很不得已才迟到回家的。他听不进去，还是一直丢枕头。起初我是忍住了哈，反正我们自己不对嘛，我忍住嘛。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就大声对他说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丢哦，我也会哦，很不高兴的。说完了，我就很生气的拿起桌上一本书对着我家师姐往地上一丢。这个剧情也是很搞笑。你看哇，我要拿书丢我家师姐，结果不是往地上一丢了这个也是很搞笑了。那其实这样的剧场的这个大剧场这个演戏的这个情节呢，其实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老实讲，因为剧情这个剧情呢，续剧呢需要这个张力所以拍起来是有一点夸张了那以上这几个事情呢，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如小丑般的游戏人间的情怀啦。小丑般的搞笑也能化解冲突，化解尴尬，是一剂清凉剂啦。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佛法也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无法呢事事如意或心想事成。在这样事与愿违以及人生是苦的这种生活情境下呢，要走出一条无怨无悔的康庄大道，实在是非强迫成长不可，非强迫学习不可。你如果拒绝学习或拒绝改变，那你就必须承受哀怨痛苦的人生无论是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去展露欢颜，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而不得意忘形那这个是这两者都是属于什么忍的美妙境界这两件事情都要有忍的功夫在里面生活中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住伤悲以免让自己陷入悲情的情境。有时候也需忍住极乐，以防自己在顺境中呢迷失，而造成什么乐极生悲所以逆境要忍顺境也要忍而如果你要忍而无忍，也就是没有忍的念头，这个厉害了这个就要有一套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这个功夫叫做菩萨游戏人间游戏人间不是说逢场作戏啦，或玩世不恭啦或随性随便啦，不是这样。游戏人间是什么？无争跟随缘。能够做到无争跟随缘就是掌握到佛法的精神跟精髓了。这个不容易，但却很重要菩萨游戏人间就是什么？时时可提可放，不攀缘也不攀比，不比较也不计较潇洒自在的，也清安自在的这个是属于出世的精神如果把它用在入世的工作上，或者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如诗人李白他所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这句诗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还在欣赏两岸猴子的叫声中我乘坐的小舟小船已经过了很多座山了，经过了很多又高又危险的山的万重山，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轻舟终于进入了平坦的水域进入了康庄的旅途这种感觉非常好就好像什么经过一夜的寒彻骨得来梅花扑鼻香虽然这句诗是李白个人的心情的表达，然而人生的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如果要渐入佳境就要先有能力以心转境。怎么转？不妨学习小丑。小丑在舞台上表演逗趣
让观众欢笑，其实就是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舞台上的角色他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呢带上舞台，必须把情绪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上了舞台之后呢，情不自禁的尽情发挥，演什么像什么，要演得很称职，很叫座，让观众们产生的共鸣，带来的欢乐小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所以小丑是如此一个好的演员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实小丑他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再说有时候呢，明明他的心情是很不好，但是他也是要暂时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强颜欢笑去扮演逗趣跟搞笑的角色。这个如果没有随境而安跟随缘自在的功夫的话是做不到的。一般人如果是说心情不好啦还可以请个假不上班，但小丑心情再怎么不好，他不能随意请假不上台档期排好了，你不得不上台。所以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是道尽了小丑在游戏人间的时候的心情写照。对，小丑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也很好歌词是这样大家仔细体会一下我来念这个歌词掌声在欢乐之中响起泪水已融在笑容里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辛酸化为喜悦呈现给你。好，他的歌词是这样子，这是小丑在舞台上的心境写照，这个也是个不容易做到的人性的事情他需要有什么忍的功夫，刚刚讲忍的功夫刚刚讲的忍住伤悲嘛，忍住极乐嘛这个都要忍我们如果能做得到歌词这样的意境的话呢，那就是在游戏人间的也就是什么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很孤独但不寂寞这种的心境大家都可以应该有这种体会了台语歌后江蕙呢也有一首歌叫做《异界人生》这个歌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唱了歌词意境呢跟小丑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描述什么艺人在舞台上虽然风风光光的，但那只是外相跟假象，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外相跟假象，真正的实相跟真相呢是下台后那种内在的心境歌词是这样子大家注意这个歌词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我的热情，有人欣赏我的歌艺，有人好奇我的感情下台后只是平凡的女性浮浮沉沉异界人生，人人软软多变人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在响起，心事暂时把它忘记，不愿别人来看见，这是做一个艺人心酸的滋味好，你看这个歌词对不对跟那个小丑是异曲同工艺人有艺人心酸的滋味，小丑也有小丑的心酸的滋味，每一个人也有每一个人心酸的滋味。所以这个歌词里呢是道尽了艺人台上台下及台前台后完全两样心情的对照，值得我们去体会了还有一首歌也是描述经过失败，经过长期的等待，也得到了喝彩，也充满了感慨那种悲喜交加的心情在这首歌里面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那这首歌很多人也听过，
叫做掌声响起了。歌词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游戏人间的这种意境啊。我清唱了好了，各位注意这个歌词哈。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站在人生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算。那各位可以去体会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凡是人都一样了啊，人前跟人后呢，就常常会有两样的情啊，除非碰到知心人或者有闺蜜啊可以倾诉，否则一般人都会隐藏心事，不轻易流露了。所以人前人后跟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呢，各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跟无奈。叫做什么？心书下人知啊，心事谁人知啊？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路历程。那游戏人间呢，是一种潇洒的处事态度，世界的事啊，处事态度，目的是要把悲伤也好、无奈也好、痛苦也好、烦恼也好等等，把这些辛酸都化为喜悦，而且不止自己喜悦。还要呈现给别人与别人分享让别人呢破涕为笑，离苦得乐，这个难能可贵，叫做菩萨游戏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扮演我们人生中的小丑你别看那些搞笑的艺人很会炒热现场的气氛，带来欢笑，他们也是需要随时充实自己训练自己，反应要极致，应对要快速，智慧也要提升说话还要幽默，不能死板板的等等那不止小丑或谐星要这样只要是人都要能够培养这种生活的心态。搞笑或讲笑话也是一抹清香能在严肃的空气中呢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比笑话呢更上一层、更深一层没有内涵、不懂得推理、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的。没有机智跟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了。你跟他讲笑话讲完了他不但没笑，还问你那接下来呢？你会昏倒英国的电影大师卓别林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虽然他一生呢扮演小丑，常以自娱跟自讽刺自己来凸显失弊用这个方式但他却是一个演艺史上呢令人怀念跟尊敬的伟大演员。他不只是会搞笑让别人欢乐，而且很有智慧卓别林有一次呢出门呢碰到打抢劫他知道自己处于弱势，所以呢不做无谓的反抗乖乖的奉上他的钱包但他要求这个抢匪说，他跟抢匪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我们老板的，现在全部被你拿走，老板一定会认为我私吞公款
大哥，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在我帽子上打个2枪，证明我是遭到打抢？那歹徒就想说，反正我钱都拿到了，对不对？2颗子弹没什么啊，就从他的帽子上面打了2枪。卓别林再度恳求这个抢匪呢，说大哥，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衣服上跟裤子上呢，再各补2枪，让我的老板呢更深信不疑，我真的是被打抢的。那头脑简单的这个被钱冲昏头的这个歹徒呢，通通照办。结果6颗子弹全部打光了。这个时候，卓别林一看子弹没有了，一拳打过去，打昏了歹徒啊，把钱拿回来了啊。用智慧去轻松应付紧急状况，这个平常就要有训练的啦，也要有这种人格特质才有可能的4两拨千斤呐意思嘛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喜剧演员。其实小丑如果没有忍耐逆境的这种功夫的话呢，他就无法做到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都心情这么不好了，自己都已经心情不好笑不出来，怎么会让别人笑呢？那这个就是什么？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心情的写照。这就是对别人怎么样？这就是对别人那个娱乐拔苦，让你离苦得乐。对自己呢，放下身段，牺牲我相。你要搞笑，自己要先放下身段啊，牺牲我相啊。卓别林也是啊，儿子的大玩偶那个主角也是一样啊。对，刚刚讲这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这句话呢，也是我经常呢在培训课程里面跟我们的志工呢互相鼓励的一句话。碰到人群中的人事问题，很辛苦，很纠缠，很纠结，闷闷不乐，意兴阑珊我就用这句话来激励大家了。即使含着眼泪都要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做得到就是菩萨游戏人间呐。那做不到呢，就是凡夫怀疑人生呐，很怀疑啊，人生怎么这么苦啊？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习小丑，学习小丑的精神来应对这样的情境啊。怎么学习呢？来听一首歌，注意听歌，然后也注意里面的歌词。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难免有顺利起伏。如果要你来顺手，顺来看破，有时候不妨学习小丑，随时能收起伤悲，把握人生舞台，演出的每一个当下，虽说小丑是在演戏，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演久了，就像人生，人生久了，那也只不过是一出戏。好，这首歌叫做《人生如戏》，
戏论人，以前我记得有放过一次的啊，那个是在片尾的时候啊。所以要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就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就是要学习那种小丑忍的功夫。所以忍功是一门大学问呐，忍功修得好的人呢，才有可能做到菩萨游戏人间呐，否则你会怀疑人生呐。要忍得住，忘记过去而演好当下。小丑不论自己是身处顺境或逆境呢，他一旦上台，他只有一种心境，那就是什么？情不自禁，全力以赴。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活在当下，并且尽情的发挥，让观众陶醉在什么欢乐的情境里。小丑是如此啊，小丑上台是如此。我们当志工去参加志工工作也是一样啊，不管心情好坏，今天来做志工了，就要告诉自己是来菩萨游戏人间的。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演好目前的这个角色。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顺利、你我、是非跟意见不合等等这些影响，而让自己烦恼不已啊，就不会的了。为什么？因为是在演戏嘛，戏演完了就没事啦，干嘛这么认真呢？不是吗？所以如果志工工作要做得很开心，就要有没有游戏人间的心态是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哦，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游戏人间呐，带给人家的那个观感是什么？不正经啦，不正派啦，不务正业啦，疯疯癫癫啦，甚至放荡不羁的感觉。这是因为什么？凡夫的游戏人间的游啦，凡夫的游跟菩萨的游是千差万别的。这个要把它区别清楚。游戏人间有分啊，是凡夫的游戏人间，还是菩萨的游戏人间？这个要把它区别。凡夫的游戏呢，是苦中作乐啦，可以说多半是以苦收场啦，留下来很多的后遗症。这种玩弄了人生的生活态度呢，我们绝对不会得到自在的。但是菩萨的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喽。菩萨是以智慧、慈悲、平等之心呢，是以无挂碍、无执着之心呢，来救度一切众生呢，这才是真正的游啦。佛教里面有一首诗偈他是这样子写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月现前。这个里面常游毕竟空这句话是什么？是指菩萨遨游在广大的虚空之中这是一种自在悠游的情景是逍遥无拘无束，令人称羡向往。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常游毕竟空了。那普门品里面也有说到一句话观世音菩萨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句话把它截录下来。这个游诸国土的这个游呢，就是指什么？逍遥自在啦，顺畅无碍啦，自由自在的做一些要度化众生的事情。可是呢，许多世间的人们呢，在游戏中呢混日子，夜夜笙歌啦，红男绿女啦，灯红酒绿啦，喝酒唱歌跳舞打麻将等等。虽然是在游戏游玩之中也看似很开心但是呢，获得短暂的快乐之后呢，曲终人散，内心却有无尽的空虚跟失落。所以游戏完了之后还是痛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包括我自己啦我心路历程嘛。好，我们现在要慢慢进入了心灵的桃花源了刚刚是软声序曲，现在要切入主题了。如果要问佛教经典里面最富有哲学思想、
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是哪一部经？首屈一指的应该就是《维摩诘经》。佛教里呢有很多的经典都是记载诸佛菩萨的事迹啦，记载什么出家比丘比丘尼的事迹，但是专门记载居士事迹的很少。维摩诘经呢就是少数记录居士行仪的一部经，因为我们都是在家居士，我也是在家居士嘛，所以这部经我10年前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贴切。我10年前就开始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现在呢，还放在我的书桌旁边呢。看过的重点呢，用色笔一画再画，里面被我画得五颜六色啊！我一看再看，因为里面都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谈的都是什么菩萨道入人群的武功秘籍呀。它里面的经文也不会很艰深的，不像一般的经文这么艰深，不会。所以你可以看得懂。那这部经一共有25000多字啊，曾经被胡适博士称赞是全世界最长的白话诗啦。白话诗就是白话就很容易懂的意思啦。为什么会贴切？喜欢看因为容易看得懂嘛，看不懂就没有兴趣了嘛，对。那可见呢这部经书的功力之深啊。维摩居士呢是佛陀的在家弟子，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他跟一般人没有两样还没有断除贪嗔痴但是内心呢却常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之中尤其精通大乘佛教义理，出家弟子们的境界都还比不上他维摩居士呢，他能够自在出入酒店，随心进出红场，却不沾染一点的恶习因为他不是到那里去花天酒地去吃喝玩乐的而是到那里去度化众生他可以把陪酒的女人、卖淫的女人通通感化来念佛修道这个就不简单了对。所以维摩居士的游是一种智慧的游，是一种菩萨的游玩是一种慈悲度众的游玩，是游而不游的游戏三昧，里面甚至蕴藏着什么游戏神通这是一种很高的定的境界有一句话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那这句话也很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像维摩居士这样出入红尘酒店去度脱苦海众生这种入污泥而不染的最佳写照呢，就是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啦这个是要什么？要有相当高强的定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啦普通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肯定会出师未捷身先死马上就阵亡了啦就是本欲度众生呢，反被众生度走了啦，意思是这样的。经文里面用了40个现象呢来描述维摩居士，我随便举几个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维摩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比佛陀的那些出家的弟子还厉害呢？他为什么厉害我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他的口才很好，辩才无碍，因为他有游戏神通嘛，所以他很幽默自在，他的人格特质第二个，他经常出入乡里、学校、酒家或者是街头马路，干什么？演说佛法，哪个地方他都可以演说了。第三，他对于世间的好事呢不落人后，对于世间的邪恶呢也从不畏惧第四呢，他面对各种烦恼障碍呢有能力去降服它，并且呢他事事给人家方便，为人处事呢他也不会情绪用事，不会意气用事第五，维摩居士所作所为都是遵循大乘佛法的精神，而且坚定不移第六呢，他虽然是在家居士
但它具有诸佛如来的威仪啊。什么威仪啊？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四威仪它都全部具足。不止如此哦，它还具足孔子所说的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威仪啊。可见呢，维摩居士的威仪是多么的庄严啊！刚刚讲的几个都不简单哦。第七，他对不同根基的人呢，他能够对机说法不仅获得诸佛的赞叹，也得到诸大菩萨、罗汉、人天所敬重。看，连这个天人、罗汉都赞叹他了啊。第八呢，他一生乐观进取，非常精进，毫不懈怠，不会说在家就懈怠了，不会啊。第九，他经常安住在禅定里，心不散乱。他不是安住在禅定中，就是安住在般若智慧之中啊。他绝不会无明跟无理第九，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但是奉持的是出家人的戒法这个就好像我们慈济宗门里面的有的这个什么清修寺就是这样子嘛带法修行，但是他持的是出家的戒律第十，他虽然居住在家里但是他不把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荣华富贵、忧悲苦恼呢放在心上，也就是什么心中有佛，行中有法，中规中矩的，这个是不简单的11，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被这种五欲所染着。他有家庭，但是没有家累。一般的人有家庭都有家累了，家业嘛，不是说家业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梵行，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啦。这叫做什么？心行平等，心跟行是平等的、一致的。12，他有很多眷属亲人，但是心中跟大家保持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人就是因为往往彼此太亲密了，所以呢割舍不得，放心不下，造成很多的烦恼。所以假如能够保持距离的话呢，烦恼就会减少了，就这个道理了13，第13个虽然是大圣的修行者但他的衣服没有乱穿而是让自己穿得很庄重、很大方、很得体，没有邋遢的，没有庄严威仪不要说学佛以后就变成因为生活过得很简单变成穿得随随便便的，不会，不是这样子的。第14，他有很多的外道朋友，但不会影响他对正法的信仰，彼此保持着互相尊重，互为好友，这也是不简单因为一般人我只要全心参加这个团体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团体的朋友了叫做自我限缩，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维摩居士他不会这样子这也是我们要学的了第15，他努力经营事业呢，赚取金钱，但所得到的都用来布施，从事慈善公益了，他没有据为己有，他赚的钱都布施出去了16，他经常呢出外观光旅游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能应机说法，而不是在那边玩而已饶益众生看他是在游玩在游览其实是刚刚讲游而不游嘛，是身游心不游心还是处于禅定之中这个不简单身游心不游这个厉害。17，有时候呢他也会设出什么妓院，以正法去呵斥隐喻的可怕，去教育那些人这个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资深的志工是一样的这位志工也跑去那个妓院的去慕心慕爱那妓院的老板跟那些女孩子们呢也是有爱心职业是不一样但是他心呢还是有爱心，还是有，也会捐钱
不过去这种地方要很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啊，不能有一丝丝的刻意啊，有一丝丝的刻意就不好了更何况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不必刻意挑这个地方去的。18，维摩居士偶尔他也会出入什么酒家舞厅，向酒客讲说佛法，这是入污泥而不染也是不简单的好，我就举18个就好，他有40个，我们讲这18个就已经是叹为观止了，也自叹不如剩下的22个如果再把它讲完的话，你会发现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人这根本就不是人所以综合以上所讲的呢，维摩居士这个人呢，修为高深幽默风趣，利乐有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人不度，堪称是提倡人间净土跟大乘思想的先驱跟实践者。简单讲维摩居士就是什么？游戏人间的菩萨觉者。简单讲就是这样。《维摩诘经》这本书呢，描述了很多维摩诘的成就，他的洞见，他的智慧是凌驾所有僧众之上即使如佛陀的弟子舍利佛富罗那、大迦叶等等佛陀的诸大弟子的成就，也无法跟维摩诘居士呢相提并论你看他多厉害。有一次维摩居士生病了，佛陀要派弟子们去探病，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因为怕被他修理佛陀本来是请文殊师利菩萨呢带领大众去维摩居士的家呢去探病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回答佛陀说世尊，那位维摩诘已经得到辩才三昧了，很难跟他对答啦，因为他已经深入诸法实相，智慧通达，而且善说法要，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辩才无碍，而且不止如此他又能掌握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他能处处皆自在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去了，舍利佛也去了，都被修理得很惨。后来文殊，后来他们每个人都被修理的什么心服口服虽然都被修理，但是被修理的心服口服了。可见呢，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境界有多深那整本维摩诘经呢都很精彩，没有冷场读书会中我曾经呢偶尔都会提到不二法门嘛各位如果有常跟我们一起读书的话，有几次我都会提到不二法门，这个是从维摩诘经里面来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细谈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其实维摩诘经是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大乘经典批判性的大乘经典，是轰击当时的僧院跟佛教组织的一门重型炮尤其这个里面这个经，它里面在描述他跟那个舍利佛的互动这个维摩居士对舍利佛的处理应对老实讲是很不给舍利佛情面的，感觉有一点过头了啦有点不太尊重的意思了呢。但为什么维摩居士要炮轰这个僧院？当时的僧院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修行法门呢，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乘。42年方便法就是讲小乘嘛，对，声闻缘觉的居多啦，做法也比较保守都是修自己。但是维摩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乘思想我们可以善解呢这个维摩诘经这本书呢维摩诘经这本书这种批判的做法，我们要善解它，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因素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被维摩诘居士修理呢？维摩诘照样修理呢？原来这个有它的背景因素在这里。那维摩诘经这本经典的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贴切
他没有形式主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务实的人，我也不喜欢太多形式的东西，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所以《维摩诘经》这本书呢，它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它所讲的法理呢，都非常的生活化跟务实，跟妙用，跟大圣菩萨入人群的实学实做、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是不谋而合，全然契合。所以我读《维摩诘经》这本书经书的时候，马上一拍即合非常的法喜，而且百看不厌还有一位人物呢，他的佛学思想也是非常的务实跟生活化，而且也很绝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南怀瑾老师他9年前已经圆寂了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要很平凡、平淡、平常，不要一脸佛像，满口佛话，一身佛气。他说了他自己讲，他说我最怕这种人所以不要去搞这么多的形式，反而会令人反感。所以真正学佛要先学做人，人都没有做好，更不要谈佛了这是南怀瑾老师讲的他又继续说，他又说了，他说人是很平凡的，不要奇特，在家学佛的平时不要装模作样，给人看起来好像你是与众不同的样子，不要那个样子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不能马虎不能随便这是内修的时候要按照规矩来。但是外行的时候呢，也不要故作形象了，做样子的也不必故作样子，也不必刚刚这段话呢讲的是不修篇幅非常的直接这个是南怀瑾老师他务实主义的思想跟他的风格跟维摩诘居士一样，都是大乘佛法的先知，很值得我们学习。然而这种务实主义思想落实在人群中跟人世间最到位的呢，以现在来讲就属慈济的证严上人菩萨道嘛就是对真正的佛法是没有定法，所以才说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弘法也不一定要佛言佛语，有时候一句佛话也不用讲，一个佛字也不用提，就能将这个道理去让别人听得受用也受益。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的，在慈济里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重点在刚刚那个没有明显的佛法，不是没有佛法，是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结合，你看不出来不是没有你要有慧眼才看得出来。所以这句话也是智者的真言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他们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什么态度？就是菩萨游戏人间这种务实的处事态度，也就是佛法生活化的处事态度就好像我们出门观光旅游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心态呢，当作是来到这个世界观光旅游。旅游过程中呢，我们绝对不会想说去控制什么，去占有什么，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到旅游点来玩了，过几天就要走了嘛虽然住在旅馆但是旅馆不是我们的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只有这几天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同理我们对这个世界，甚至对这个宇宙，也要有这样的这样子的如是观。什么叫做什么如是观就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了。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当体即空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体空则无毁我之人心空则无迷我之物那了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是你的啦所以你如果认为暂时让你住的这个旅馆是你所有的，那这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去理解比较容易，因为旅馆本来就不是你的对。
但是你要认为今生今世暂时让你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体是这个身体呢是你所有的，这样也是妄想。你认为今生今世这个身体是你所有的，这也是妄想。你认为这样就是妄想，这个道理要透彻它就比较不容易的啦。因为大家都会想嘛，那这个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这个对。但是我们只要讲这个身体，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一讲，大家就会认同了嘛。对，上人证言上人就是这样讲嘛。对这个身体，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总而言之啦，有妄想就不好啦。所以学佛就是要了解，破执着就是正觉啦，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破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嘛，没有分别就是平等嘛，就是正等嘛啊。所以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我们学佛都有学到这句话嘛。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时候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会念到这个嘛。就这个意思，是佛法上最高的智慧觉悟。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佛陀说菩萨游戏人间的意思是说什么？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常常发心来人间啊，就像游戏一样啊。周日利用休假时间，一伙人啊，拿着清扫的工具去打扫老人院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是一个苦差事，可是对志工们来讲呢，他不这样认为呢。他感恩有这样付出的机会啊，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带着便当出门，中午要吃的好像要去远足一样啊。这种的心态就是菩萨游戏人间，把访贫跟参加活动当作游戏一样啊，潇洒走一回啊，多快乐啊！这就是心灵上的解脱啦。如果人人都能够抱持着这一种菩萨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做志工的话呢，所有的慈济工作就会做得非常欢喜，没有烦恼了。那为什么？因为工作越是繁忙的时候呢，越是要把它当成游戏人间呢。有游戏人间的心态，就会事烦心闲，忙而不乱，这样就不会有疲惫的心呐。叫做什么？身忙心不忙啊，身累心不累的，而且不会有人我是非，因为既然是在游戏。那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近似语说嘛，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意境啊。所以菩萨游戏人间是一件寓教于乐的生活跟工作态度，看起来是不拘小节的游戏嘛，对，其实是动静之中都是在法中啊。这是很高竿的能力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维摩居士也告诉我们了。如果要心灵解脱或逍遥自在，就要懂得善巧灵活用法。用法不能僵化，不能墨守成规、死骨不化，要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千万不要新的很多的法，反而被法困住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状况叫做什么？法执。维摩居士也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学佛学的满嘴佛言佛语啊，满脸的佛理佛气，那就是众生颠倒。本来好好一个人，你却用很多不同的油漆喷在自己身上，就好比是什么？人生已经是被很多绳子捆绑起来了，很不自在啊。结果一边想解脱身上的绳子，一边又到卖解脱绳的这个店里面呢，买了好多绳子，再往自己身上捆绑。这个就是什么？反其道而行的啦。就是说你法闻了很多没有错，可是所闻之法却被法捆绑你自己。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最要紧的是什么？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方法要讲得很弹性、很圆融。修行要依中道而行啊，严肃跟轻松不落两边。随顺境缘去扮演人生不同的角色。如果是喜剧，就把它演得开怀大笑、轻松愉快如果是悲剧呢，就把它演得动人心弦感人肺腑该严肃要严肃，该轻松要轻松，要严肃也好，要轻松也好，一切都自在无碍这样就是什么？游戏人间的
菩萨的啦啊！好，感恩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感恩。